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 ATS 团队冲出海外，我们上一次去了印尼，去了日本，去了新加坡，去了越南，去了韩国。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之前也去过的中国，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中国北京国际车展啊。来到中国北京车展呢，一定要为大家带来这个最近非常火红的一台新车啊，就是来自小米的 SU7 苏7啊。Are you okay？影片开始前，就让我们来看一下70迈的最新产品70迈 A810。70迈 A810，它是一个支持拍摄 4K HDR 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哦，而且它的主摄镜头啊是来自 Sony 的 Starvis2 IMX678 的镜头，它是可以支持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的帧率哦。一般上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都是24 frame per second， 而70迈的 A810呢，它是可以支持比它们高3倍的帧率啊，也就是说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有一些车他们用高速切入你的车道，还是可以清晰的拍摄得到他们的车牌号码，还有他们的车的动态。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碰撞意外的话，是更加能够保障整个画面的画质清晰度。除了前方非常好料的主摄镜头以外啊，在后方的镜头呢，还是一个全高清的 HDR 后方拍摄镜头，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的高清的。AI Detection 功能还有超级夜间模式呢，这一次在 A810 上面也是搭载的哦。如果你要远程监控你的车的话，也可以买70迈的 4G Hardware Kit 哦。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都可以知道你的车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一点真的太 good job 了。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非常好用的70迈 A810 的话，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 A810 的价钱了啦。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这台橙色的哇，真的太帅了！这个车头大灯的 design 是不是很像我的 McLaren 720S 嘞？但是现场看，你们会看到的就是它会比较尖、比较小，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布局排列方式，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然后在下方这边有一个导风口，这个导风口是真的是可以通到后面去的，你们看到吗？但是实质上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可能是要让这个轮胎降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台车很奇怪的，就是一般上我们看到的3C 产品的这个小米 logo 印在一台车上啊，那个感觉其实还蛮特别的。OK，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车身侧面哦，铝圈方面很好看，这个 Sport Rim 买回去不用换了。这个轮胎配给的是 Michelin 的 Pilot Sport EV， 它是专门为 EV 车而打造的。然后轮胎尺寸方面是245/40R20，20寸的铝圈，里面配上了一个黄色的超巨大鲍鱼啊，真的很大，应该是 6 Sport 或者 8 Sport 啊，真的很帅。还有打孔式的通风碟。来到车身侧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 Fender 这边呢有一个镜头哦，这个是为了实现这台车的不止360啊，还有更多功能的这个镜头。整台车有好多镜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镜头 ，Side Mirror 下方也是有镜头，而且这个 Side Mirror 我很喜欢一个点哦，就是你们看到吗？它的这个 Side Mirror 是 frameless 的镜子啊，比起我们一般上所看到的车来的更加好看啊。然后这台车呢是一个 Sport Sedan， 它是一个4门车，是无框设计，就好像我的 Subaru BRZ 这样子啊，我觉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有一个打油盖，这个打油盖只要轻轻触碰一下哦，它就会自动升起来。当然 AC、DC 都是可以的啦。OK， 然后关起来的方式也是按一个按钮，它就会把它关起来。前后都是碟刹。OK。非常抱歉啊，这里的人真的太多了，大家都争着拍这一台车，所以可能只是比较简单的带过，还有比较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体验是怎样。来到车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尾灯设计哦，是连贯式的，从左边连贯到右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车灯的 design 如果可以反过来，可能会更好啦。这个是我个人对这个汽车的审美的一个喜好啦。然后 bumper 方面，这边也是有一个导风口，也是真实导风口哦，然后有很多 sensor， 尾部这边最少都有4颗 sensor 吧，然后还有一颗镜头是隐藏在车牌上面这里 reverse camera， 然后后面是没有 logo， 后面是用一字排开的小米字样。这个如果是我买这台车，我应该会把它抠掉啦，不是不美，就我比较喜欢简简单单干净的，这些我也不喜欢。然后这个是一个 Max 版本 SU7 Max 啊，红色跟这个黄色配在一起，看起来就不太明显了。如果车身色是其他颜色的话，可能看起来就会比较清楚。然后打开尾箱盖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poiler 是可动式的，它
它是会升起来的啊，就好像一些我们马来西亚可以看到的 Sport Sedan、Taycan 啊这些车型都是有这样子的 spoiler 啊。如果是讲其他款式比较便宜，马来西亚买得到的有这样子的 spoiler 的，就是最近刚刚发布的 Aura 07啊，也是有一个这样子可动式、可上下的这个 spoiler。这里有一颗按钮，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尾箱盖打开来。可是有一点我要吐槽哦，这个按钮的颜色跟 bumper 的颜色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做到区分啊？现场这样看啊，颜色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它的漆面的那个喷气导致还是怎样。然后点一下呢，尾箱盖就会自动打开来。当然它是具备电动尾箱功能，很多 sedan 车款啊，要买到很高档的车才会有这种电动尾门功能。这个尾箱打开来可以看到里面非常的深，真的很深。下方呢是没有 spare tire，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置物空间，真的是可以放很多东西啊。哇，这辆车的 exterior 还有这些质感啊，我们摸到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它的钢板啊，还有它的 fitting 啊，我觉得都很不错希望可以进来马来西亚。然后有一个东西是最近在网络上面被吐槽的，就是它的尾箱盖会架手啊。好，我们来架一下。其实它是一个，也不是讲架手啦，就是我们一般上马来西亚买得到的那些 SUV 有电动尾门的话，你关到一半你去顶它，它会打开来。可是有一些笨蛋啊，他们就真的是把手放在最底部，这样它关下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冲击力嘛，要关下来，然后它的这个 lock 呢，又会 lock 在它的这个卡锁扣这边，所以当它下到最底的时候，它没有地方去了，它一定是锁下去吧，这样手一定是被架到啦。那些笨蛋他们就讲这辆车有这个造车工艺问题啊，还是什么的，你看其实都没有问题，也不可能你的手放在那边等嘛，对不对？日常使用的话，你不会这样子去用一辆车的。OK， 这个尾箱盖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哦 ，interior 有人了，我们换一台车，来到这边呢，可以看到一台白色的，我觉得白色比刚才那一台橙色的来得更加好看了，而且看到吗？超级无敌巨大的这个天窗，所以黑白撞色这样子呢，就真的很符合我个人的审美啦。这一台小米 SU7呢，从刚刚我们看的橙色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辆白色呢，我个人是更喜欢白色的啦。这边还有一个比较 fancy 的颜色，这个是像 Tiffany Blue 这样子的，现场这样子看这个颜色，我个人觉得也是很好看哦。不知道你们喜欢这样子的颜色吗？就比较高调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内装，打开车门的方式呢，看到吗？它不是往外拉，它只需要点一下，在里面有一颗电磁阀按钮，点一下它就会弹开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的 interior 是由红色的皮革椅子搭配成的，然后这一个呢是可调式的头枕，然后整个皮革的质感摸起来哇 very good。在上车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米的 logo， 在地上也会投射出一个小米的字样。然后来到 dashboard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软材质的这一个皮革包覆，还有红色的车缝线。下面这边是一个好像 Alcantara 好像 Suede 这样子的这种麂皮皮革，下面又是软材质的皮革，所以整个 dashboard 都是软材质的，非常的赞。然后门皮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一边也是软材质的皮革包覆，然后有一个灰色的车缝线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讲的 frameless 的那一个 side mirror， 非常的好看啊，我在马来西亚很少看到这样的东西。然后这里是一个软材质的皮革，摸起来手感很好。这个呢就有点像 Tesla Model 3， 你要往外开门的时候是用按钮的方式，按一下就可以打开来。然后小米呢，它的音响是没有别的品牌啦，就刻上小米的字样。OK， 因为它是一台中国版本的左边是 steering wheel，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做到的就是它的椅子的整个支撑性啊 ，very good， 就是整个椅子的这个包覆性、发泡棉的这个软硬度，还有大腿的支撑也是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前座表现是非常合格的。然后还有两个置杯架啦，当然还有一个 start stop button 在正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屏幕，在上面有两个好像小眼睛这样子的东西啊，是显示这台车的 kmh 还有 G 值哦。当然这一辆车也是有小爱同学的，就好像我们的 Hyperton 这样子，可是它可以做的东西更多啊，甚至你还可以用它的小爱同学来开启前面的那个置货箱，还有后箱的功能，全部都可以交由小爱同学来处理。讲了前座，哪里可以不讲后座？这辆车的后座体验怎么样？感觉非常好。这个椅子我喜欢它的颜色，大腿支撑 very good。可是这个椅背倾斜角度，我觉得还可以再斜一点点啊。然后这个天窗真的超巨大，给你们看，大到非常的够力。然后中间又没有一只 beam， 所以整个视野非常的好，没有压迫感。然后正中间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后方冷气出风口，两个 air vent 手动的，它不像 Model 3这样子是由电动的方式。可是这个手动的方式有点奇怪，就是你不能左边吹下面，右边吹上面，你一定是两边一起调高低。可是左右方面可以做到不同的调整啊。
啊。当然这边还有2个 USB Type C 的插孔，后面的椅子是没有 pocket 的，可是有一个巨大的荧幕，左边有罢了，在右边这边是没有的。当然你可以自己再加价，这里有一个插孔，这个是当做 DLC 这样子来卖啦。这个从侧边看过去翘起来的东西呢，就是这台车的 LiDAR 功能啊。LiDAR 是什么？我们一般上用 ACC 啊，还是 ICC， 还是什么啊主被动安全配备，都是用短波雷达，还有前面的镜头嘛。这一台车不仅是有前方侦测镜头，还有 LiDAR 功能。LiDAR 功能是比起短波雷达来的更加的强，更加的精准，而且它的整个开阔角度会来的更加的大。所以在实现一些自动跟车也好啊，自动闪避啊，自动刹停功能的时候呢，这一个 LiDAR 就起到一个非常巨大的作用了啦。所以如果是讲这一台车引进马来西亚的话，你们觉得会卖多少钱呢？那如果卖多少钱你们会买单呢？我觉得只要把价钱控制在20万上下，也就是比亚迪的海豹的那个价位啊，可能可以贵一点点啊，毕竟这一台车来得更加强劲，尤其是它的动力表现，2点多秒就可以破100了，真的太强了。要买 Tesla 买这个，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所以如果引进马来西亚的话，你们觉得要卖多少钱你们才会买单呢？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啊。整台车这样子看起来摸起来，它的 interior、exterior build quality 真的不像是一个山西制造商为了抢风头，为了随便做一个车出来而做一个车出来，真的是有用心在做车，而且现场看这台车真的美啊，比起看影片来的美很多，我个人很喜欢。然后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呢，不是这一个活动的唯一的一部影片，我们今天来到北京国际车展呢，还会去看很多款车，很多款都是会引进马来西亚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更精彩的北京国际车展的影片等着你，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